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中国与日本的经济。最近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关于日本经济崛起的声音。今年4月，巴菲特接受了日本经济新闻的采访，表示将进一步投资日本股票。巴菲特认为，日本企业长期被低估，但他对日本企业和日本经济抱有更高的期待。5月，东证股指屡次刷新了1990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日本的失业率、消费数据、投资等都有所好转。因此，最近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关于日本崛起的观点，虽然不能断言这种增长势头能持续下去，但在中国的媒体上是很难看到这样的声音的。长期以来，中国的舆论界就有所谓日本陷入了失去的20年、失去的30年这样的说法。虽然这个说法不是中国发明的，全世界都在这么说，但中国的宣传系统对此有着自己的解读，也就是将1990年后的日本社会描绘得无比黑暗，几乎成了没有希望、停滞和衰败的代名词。就连许多不看好中国经济的人也认为，中国未来会成为一个大号的日本，也就是重走日本的老路。那么，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吗？首先，我们说今天的中国经济和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有一些相似性，例如，两国经济都出现了巨大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信贷的过度扩张、产能过剩和债务过高等问题。今天一般把日本泡沫经济的责任归结于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政策和金融放宽政策。在1985年的广场协定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出口企业利润下降，为了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银行采取了降低贷款利率、放宽融资条件的做法，这使得日本企业的流动性资金过多。而1978年，政府又公布了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建设计划，建筑和地产行业开始利好，于是日本国内外大量的资金涌向了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到1988年，日本全国土地总价为1842兆恩，相当于美国地价的4倍。1990年3月，日本大藏省，也就是今天的财务省和金融厅的前身，开始控制土地相关的融资，对土地金融的投机活动进行限制。这个政策大大加速了泡沫经济的破灭，使得日本经济的信用体系陷入崩溃。大量的居民、企业的财富被地产和股市套牢，并陷入了破产状态。随后，日本经济陷入了全社会减少投资和消费的通缩状态，这就是泡沫经济的破灭过程。虽然其直接原因是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但如果从长期原因来看，造成泡沫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央行的独立性低。与欧美国家的中央银行相比，日本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很差，是政府的附庸。战后的日本央行法可以追溯到1942年，具有强烈的国家管制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长期实行重行政轻监管的金融管理体制，大藏省集金融行政和金融监督的权力于一身。为了维持金融秩序，大藏省对银行业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保护，避免金融机构因为经营不善而破产。这种体制在日本战后经济复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这一金融体制也因为缺乏竞争机制、行政干预缺乏公开性等透明性等而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并直接导致了80年代的政策失败和经济泡沫。说到这里，我们其实也可以理解今天的中国经济和当年的日本经济有什么区别。首先，当我们说日本央行独立性低，是在和欧美做比较的前提下，但二战后的日本毕竟是一个法治国家，并不存在一个垄断了国家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但在中国就不是这样。
如果说日本的大规模公共建设以及金融放宽政策是中层跟康弘内阁和官僚的失误，那么中国选择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和以政府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策略，则是出于统治合法性的需要。我在3月31日的那期视频里就提到过，1989年后，中国走上了一条以经济高增长换取统治合法性的道路。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只有将全部的金融资金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通过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策略，才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控性。尽管这种增长并不代表真正健康的经济，但经济增长数据本身已经成为政权延续的条件。这也是这几十年来中国各级地方官员拼命作假比拼 GDP 数据的原因。中国金融体系的官僚垄断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这是因为金融本身是市场经济中最核心、最基础的行业，它的基本功能是将资本配置给更优者。在市场经济国家，金融是一项可以平等参与和分享利益的公民权利，而在中国，金融是一项不容外人沾指的巨大的权利，是为了配合政府的经济政策，给国有企业输血的工具。例如，对政府支持的项目给予巨大的金融扶持，给热点地区和行业提供信贷注入，哪怕这些政府扶持的行业完全没有前景，然而创造更多价值、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却很难获得信贷资源。因此，不论中国的金融业多么低效、腐败和无能，政府都会集中全民力量来拯救这样一个特定的利益集团，而不必面对任何法理程序和民意上的障碍。日剧《半泽直树》里涉及日本金融业的丑闻，与中国一比简直就不算什么。在2022年的河南，还发生了储户在河南村镇银行无法取钱，并且在郑州被打的事件。这样的事情放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是匪夷所思的。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财政和金融之间缺乏法律意义的防火墙。财政可以向金融借钱，金融也可以向财政转移债务。这一切都只需要领导的一个命令。比如前些天在网络上引起广泛争议的昆明城投债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城投债是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资金而发行的债券，用于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根据昆明市财政局的数据，2022年昆明市政府债务余额为2230.5亿元人民币，但这只是表面的债务，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为主体的隐性债务则高达3700多亿元。这些债务当初都是地方政府提供担保下借出的。5月份，中国互联网上流传出一份会议纪要，这份文件显示了昆明市政府在偿还贷款上存在严重困难。为了还债，政府甚至考虑挪用居民的社保基金、医疗基金和公积金。虽然这个是尚未发生的事情，但有理由相信，随着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越发困难，这完全可能成为现实，而这也必定意味着民众的福利会被严重削弱，可供消费的钱越发不足，从而大大加剧了中国经济走出通缩和提振内需的难度。正是这些深层的政治原因，导致了中国会走上与日本截然不同的道路，或者说是更加糟糕的道路。进入90年代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金融改革，废除了大藏省所拥有的金融业务指令权，日本银行高级职员的罢免权，削弱了政府行政干涉的权利，同时促进了金融机构参与市场竞争。到2001年，大藏省被拆分成财务省和金融厅，实现了财政和金融机关的分离，这是一个正确的改革方向，但这样的趋势在中国是完全看不到的。今年3月，中国新成立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这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对金融的控制能力，也说明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那就是对于专制国家而言，越是陷入了由于集权所导致的危机，反而越要诉诸于集权的手段来摆脱危机，结果是危机越来越严重。很多中国人都有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平成时代的日本社会是死气沉沉、没有活力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日本福利待遇恰恰是在这个时期得到巨大的提高。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其实远不如欧美国家，过劳死、社畜等词语都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的日语。而恰恰是泡沫经济破灭后，政府加强了对平均工作时间和加班工资的监管，虽然仍然与欧美国家有差距，但劳动时间和恶性加班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根据日经报道，从2012年到2021年的9年的时间里，日本人的平均加班时间减半，由2012年的每月46小时缩短到了每月24小时，带薪休假消化率由41%提升到了60%。因此，在失去的30年里，日本经济虽然不再有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民众的生活水平并未下降，整个社会仍然保持着稳定的政治秩序、较低的贫富差距和良好运作的福利保障体系。如果这可以算作衰败，那么这样的衰败对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中国社会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到历史与社会这个列表里，感谢大家的收看。